我的个亲爷呀！你不跟隔壁老登搁那儿比造大蒜的吗？咋还干医院来了？朵儿啊，爷赢了。那老登说我吃不过他，放屁。后来收拾遗物，在老爷子枕头底下翻出个小本，最后一行字迹更歪，爷还给你留了一个赚帽样的铺子。赚帽样，1个月流水不够交房租赚个屁！但房产证下面还压着一封信，里头就一张纸条，3个字：别害怕。正常人写遗书会写别太难过，别害怕，怕什么？害怕，这仨字搁遗书里瘆人。还看呢？我爷啥意思？10点以后闹耗子，老人家舍不得呗。你班真辞了。月薪4300，到手3600，夜班5连排，家属比甲方还甲方，不伺候了。可是你说辞就辞，你一个人撑不住，我不来谁来？赔了我扛，赚了对半，少废话，开门。东北人啥场面没见过？整！朵儿快来看，我爷保密工作 ，FBI 来了都得跪。几百道菜，后面这些竖排繁体。走，先炖骨头。朵儿，真有你的，这手艺绝了！周周，那墙不对劲，这不对劲儿！什么东西？别过来，我报警了！有人过来了。这位姑娘，老朽闻着这香味儿。不管这墙通哪儿，他就是个饿了不知多久的老人。大爷，坐。吃，管够。姑娘，老朽活了60年，这是神仙的吃食吗？不是，就普通酱骨头，锅里还有，您多吃。老朽身上没值钱物件，全部家当了。真的？大爷，这东西太贵。山里到处都是跑腿功夫，姑娘这碗饭比这值钱。姑娘大恩，老朽记着。老朽姓刘，青阳县刘家沟的。朵儿，这颗参拿去鉴定，保守6位数。正史里真实存在过的年号。如果每天10点通道都开，古代那边拿山货换吃的，野山参、松茸、灵芝，搁现代全是天价。而且你给古人做饭，饿肚子的人能吃上热乎的。搞钱，积德，爷爷你太会了！青阳，刘老头说的青阳县刘家沟。周周啊，我爷他早就知道这个通道。爷，你藏这么大秘密，愣是一个字没提过。也许他想让你自己发现。那我就给他走出花来。昨天那碗面太寒碜了，今晚整硬菜。你想做什么？麻辣小龙虾，蒜蓉蒸扇贝，东北大米饭。给古代人吃小龙虾，怎么了？小龙虾犯法吗？万一人家觉得是虫子呢？香味儿是跨越时空的，他闻到就走不动道。老板，小龙虾50斤，要活的，钳子能夹断筷子那种。姑娘，你开饭店的？对，请客，请特别远的朋友，特别远那种。花椒1斤，干辣椒2斤，郫县豆瓣酱2罐，蒜头5斤。你这是要炸碉堡？我要炸古代人的味蕾。啥？没啥，算账吧。对不住啊，大爷。你这孩子。周周，龙虾到位，调料到位，今晚整一桌硬菜。我把菜单翻译成文言文了。专业。咱俩这配合放古代就是商业女皇组合。培根你放下，那是我的。算了，给你了。今晚让古代人知道什么叫降维打击。我上辈子欠了小龙虾的，你上辈子欠的是我。来，最后一盆。来。完美。世子爷，这什么地方？灯火
火怎么这么亮？这古代人长得也太帅了，小声点儿。此处何地？你是何人？大哥您好，欢迎光临古今度食铺。本店今日特色椒麻河鲜蒜香贝棚北地珍米套餐，二位里边请。世子爷，好香啊，奴才要流口水了。这是何种犬？萨摩耶，我家皮盖可乖了，您摸摸不咬人。大哥你别紧张，我这就是个小饭馆，你先尝尝，好吃再说，不好吃不收钱。好嘞，上菜。看到没？就这么薄，来，你试试。没事儿没事儿，第一次都这样。我的天爷，这什么味道？世子爷，你快多吃，配饭吃，绝了。这米五常大米，东北产的，配我的麻辣龙虾，天作之合。确实极好。这软软滑滑的是什么？也太好吃了！我要哭了。别哭别哭，这叫粉丝，以后还有更好吃的。姐姐你好温柔。我边境驻军3000人，已连续半月只喝稀粥。肖大哥，你那边多少人？3000。这样，我没法一次给3000人口粮，但你手里有没有山货、药材、矿石之类的？你要以物易物。聪明，你带东西来，我换粮食给你，各取所需。今日犯罪，改日再补。成交，明天你再来，给你准备更硬的菜。侯爷家的世子，不必。大爷，来坐，先吃饭。姑娘，村里人都不信我，说我编瞎话，明天能不能带人来？能，都来。百姓苦久矣。朵儿，这野山参如果是真品，保守好几万；松茸纯野生，一斤好几百到上千。你这2窟少说3、4斤。我爷留的不是破店，是个聚宝盆。麦小姐您好，我姓赵，不卖。您爷爷的店铺的位置地段好啊。不卖，不卖，不卖，挂了，拜拜。辛苦。什么人？房产中介要买店，这个点打电话，快12点了，管他呢，老娘的店谁也别想动。哎呀，你这字有点像小学生写的，那叫质朴，懂不懂？哎呀，这狗咋这么好看？阿姨，进来坐，铁锅炖大鹅尝尝。多少钱一锅呀？68，溜达鹅，院子里跑大的。那我进去看看。姑娘，手艺绝了！我住这街20年，没吃过这么正的。那必须的，我爷爷传下来的。回头我叫楼上张姐也来。白天靠东北菜赚人气，晚上靠通道赚通货，2条腿走路稳。这些铜币哪儿来的？你谁呀？鉴定师跑饭馆盘问铜币，不对劲，但也许能用。品相太好了，不是市面流通的仿品，秀色自然，包浆老道，明代中晚期官注。你们家以前做什么的？开饭馆的，就这家。开饭馆的家里有这种级别的古币？我爷爷副业搞收藏嘛，很合理吧？帅哥，来都来了，吃点东西呗，铁锅炖试试。好吃吧？尚可。尚可能吃这么多，锅里就剩汤了，帅哥。我只是没吃午饭。帮我看看这个。生长年限至少6方以上，不子光宝。血迹少80年以上。虚全体顽，疲老纹身，100%纯野山参。值多少？正规拍卖行保守
10万以上。哦，还行吧。10万！你爷爷到底留了多少这种东西？商业秘密。和田阳之玉，水头极好，宫廷匠人手法，你从哪儿弄来的？合作不合作？合作我就告诉你更多。合作，拿下！朵姑娘，我们带来点蜂蜜、榛子、松子，您看看能换点干粮吗？好嘞，大爷，有点就行。上次犯罪不够，补上。北境军营缺粮缺药，你能提供，我拿缴获物资换。什么物资？淡定，淡定，定，成交。这个人，你认识？不认识。我爷爷的照片旁边那人他从没提过。他很像我萧瞎子族谱里记载的一个人，萧北渊，我的曾祖。族谱记载，他晚年曾与一位异世故人结交，族中无人知详情。这张脸跟族谱画像里一模一样。爷爷，你到底瞒了我多少事儿？就是网上推荐来的。网上？谁推荐的？家人们，我今天来到一家超神秘东北小馆，据说铁锅炖大鹅能让人原地升天。你谁呀？我同意你拍了吗？我是美食博主宋毅然，全网粉丝200万。不拍，我小店经不起你200万人看。行，不拍，我就是个普通食客，吃饭的，总可以吧？越是这种人越不好打发。算了，赶走他传出去不好。坐吧，设备碰都别碰。好吃到，这酱什么配方？跟外面完全不一样。秘制的。这煎粉外朵嫩。老板，你确定你不是米其林大厨下乡支教？不让你拍。你这是折磨美食博主，发现绝世好东西不能分享，比吃不到还难受。你这手艺开在小街上太可惜了，我帮你做推广。不用，小本经营挺好的，扩大经营。晚上光幕一亮，来一屋子古代人换鹿茸，让200万粉丝看。这个宋毅然，我说了不让拍。喂，刘叔。小麦啊，有人找我说想租你那铺面，出你2倍租金。是不是姓赵，赵德发？你认识？堵门不行就挖地基，够阴的。怎么了？赵德发找房东了，双倍价抢铺面，合同不是还有2年吗？合同是合同，架不住人心动。合同有效期内，房东无权单方面解约，但万一他找茬说我违约呢？刘叔签了，以后您一大家子的吃饭喝茶管够。谁来找您租房子，让他看合同。朵儿，行动力太快了！不快不行，姓赵的不是善党，先把地盘保住。玉佩的来路我怎么告诉你？说是古代将军当面给的。叫什么名字呀？姐姐，我叫虎子。娘，甜的，好甜，好好吃。这怎的如此绵软香甜？这叫蛋糕，以后每次给你留一块，好不好？拉钩。这小太阳怎么没火就能亮？叫灯泡，看不见的力量点的。有妖！不是，好冷，里面藏冰窖了。这些症状，感冒药碘伏纱布就够了，在那边能要命，在这边都不算大病。你配药，我搞粮。周姑娘，你要是能去我们那边就好了。通道是单向的，过不去，但药可以送。通道不止一条。爷爷，这个店的地下到底藏了什么？来500袋大米。姑娘，
500袋，1袋50斤。你开食堂的？差不多，25斤一袋，分20袋，送南街古今渡10团。能，下午就送。伤口留稠图也画了，清水冲，碘伏消毒，贴创可盐，3步。瓶盖放下，那不是零食。顾延直，军中一官，主动承拥来的。久闻2位姑娘以奇术济民，特来拜见。哪一脉的？岐黄之术，主救伤寒杂病。退热止痛的药研成末，封在这壳里，吞下去，壳在胃里自己化开。这壳子竟能在腹中消融？用这个剂，比你那竹简快。不用蘸墨，便能书写。一支笔能写2万个字。你们的现代，改天给你看人体解剖图，你学伤寒的用得上。这500斤米，可解军中数百将士燃眉之急。萧某带北境3000将士，谢姑娘大恩。别，快起来！我收了你银子和瓷器的，这是等价交换，不是白给。你归我真扛不住。500斤大米，他那边的价2300，我给的银子和瓷器在他那边只远不止这个数。但这些米在北境，在军中断粮的时候远超任何价格，他在亏善。做生意嘛，细水长流，别上纲上线。这条子是啥做的？又滑又软，跟吞云一样。老婆子活了58年，没吃过这么好的东西。悠着点儿，后面还有人没吃。我能再吃10个。这茶又香又甜又滑，比贡茶还好。这是什么？啊，魂儿都飞了，这叫什么？奶茶，当代社交第1饮品，没人扛得住。再来一碗。不青花瓷碗一支保底5位数，那幅画要是真细，价格没法估，我成本加1块才3000多。肖大哥，我有个想法，别每次凑一堆再换规矩，我每天备固定粮食、旧秀物资，你定空货。山货、药材、瓷器、字画都行，长期贸易，童叟无欺。你虽为女子，经商之才不在我朝巨树之下。那当然，新时代独立女性，了解一下。完了，世子爷嘴角动了，我跟了他3年，头一回见。世子爷，城中孙掌柜派人报信，说有人以妖法惑众，私贩异物，县令递了帖子，让您回去当面说清。孙掌柜是谁？望月楼东家，城里最大的酒楼，他八成觉得咱们抢了他买卖。此事我来应对，但麦姑娘，做好被盯上的准备。那个孙掌柜不是好惹的，你们小心！这是什么？北境习俗，送铃铛给恩人，求恩人福运长久。周姑娘，在下有一疑难病例，斗胆请教。持续高热7日不退，腹泻脓血，神志时清时昏，脉象细肃无力。怎么了？伤寒引发的肠道并发症，在古代基本没救，在现代呢能治，但需要更专业的抗生素，比我们这些药强得多那种。那枚玉佩做了碳14检测，蜕变数据出现异常变动，不符合任何已知自然蜕变规律。你明天来一趟我工作室。另外，你爷爷的名字出现在了我们学校校一份1998年的考古内部档案里。麦小姐，你店下面的地基很有意思，建议你好好查查。北渊，萧北渊，萧北辰的曾祖，爷爷从来没提过这个名字。来吃饭。一大早，我梦到你的烤冷面，饿醒了2回，能点6个菜不？我列了单子：清炒时蔬、红烧肉、酱骨架、锅包肉，加个小鸡炖蘑菇，行不？走地鸡炖蘑菇，最少2小时。等。我的天！这蘑菇什么品种？真蘑。不对，我吃过市面上所有能买到的真蘑，没有这个鲜度。你货源哪儿的？做美食博主这么多年，没见过这种品质。山里朋友送的。哪座山？远。多远？你到不了的那种远。滴水不漏，越是滴水不漏，越不正常。麦小姐，又见面了。赵先生，
不卖不卖不卖，3遍了，还用第4遍？卖不卖先不谈，这条街马上市政改造，您这个位置正好在规划范围内，施工期间噪音大、灰尘大，对餐饮影响不小。与其到时候被动，不如主动配合嘛。搬迁也好，置换也好，咱们都能谈。如果是被动的，那就不好了。赵先生，我刚查了市政改造正式公告，改造审批是明年下半年，现在连立项都在公示阶段，您拿格式都对不上号的文件来唬人，有点早了吧？我有营业执照，有长期租约，想吃饭欢迎打8折，搞这些请。今天怼回去了，下次不知道换什么招。太酷了，那段我都想录下来发网上。你不光厨艺好，脑子也好使。我决定了，天天来吃饭支持你。别发，这种人越给曝光越来劲儿，支持还是蹭吃？姑娘，出事了。说。孙掌柜放话，谁再来山脚这边私交外人，别想在青阳县做买卖了。他封了几个菜贩子的摊位，说卫生不过端。孙掌柜还去县衙告了状，说山脚有妖人蛊惑百姓，世子爷被盘问了2个时辰，盖了3道章。搁古代也搞垄断？孙掌柜在青阳经营10几年，半条商街跟他有关，他认为我们动了根基。他管得着谁跟谁换东西？管不着，但他能让管得着的人来管。县令目前态度暧昧，继续施压的话会很被动。3步走：路线隐蔽，物品分批，外加一个合理的说辞。就说是山里的隐居商贩，你们那边不是到处都是隐士、深山商户，用外地好物换本地山货？对啊，大旗隐居道士几百个，多个商贩有啥稀奇的？药品说是外邦医者配的方子，辗转落到隐居者手里。可行，措辞由我来拟。行，先吃东西。姐姐做的甜饼饼太好吃了。姑娘，你对我们穷苦人的好，老朽记一辈子。刘伯别哭，管那孙掌柜呢，有我们在，饿不着你们，2头堵。爷爷，你当年也遇到过这种事儿吗？你所说的消炎之理，与在下研习的清热跌毒，竟有异曲同工之妙。对，中医清热跌毒和西医干扰绕，本质上调动身体防御去对抗病源，只是路径不同。姑娘博学若此，在下自愧不如。若有朝一日能与姑娘当面切磋医术，实乃平生之愿。我周周的桃花来了。朵，我先去睡了，你也早点睡。好。通道不止一条，地下有第2个入口。当年北渊兄曾从……起来，查地面。才5点半。短信说往下挖。爷爷食谱涂掉的字，有个井字旁，底下有东西。朵儿，下面是空的。来，整。你先还是我先？我先。又不是我家第一次挖出东西。天，第2个通道入口，爷爷亲手封的。记录者麦永昌，光绪23年，于此殿地窖中首次见异光，凋零继续迷我。爷爷年轻时就发现了通道，比我早几10年。地下室第2入口通向另一时期，与楼上相隔至少100年。于是开一次，所见之景令人不寒而栗。即日起永久封闭，后人切记，留给后人以备不时之需。吃饱了就帮别人吃饱。爷，你干了一辈子好事也不告诉我，我还以为你就是个普通老头子，天天就知道腌酸菜。我爷做了一辈子的事儿，我接着做，做得更大更好。古屋先不动，当后备。第2入口，爷爷说不碰就不碰。赵德发要是知道底下藏着这些，他不会知道。上去铺地毯，这事儿天知地知你知我知。还有瓶盖汁。你一只狗学猫叫干嘛？大金链子小手表，1天3顿小烧烤。你就是东北人本人，基因里自带烧烤架。烧烤我也要。你跟闻到味儿的苍蝇似的。商人，
但不能错过。包场有私事，明天来，给你留串。虽然你不让我留下，但我的味道与你同在。这人有病吧？他喜欢你吧？不要爱情，只要事业。下一个。这是仙人手艺吧？又嫩又香。姐姐，软软的，好好吃。你尝尝这个，甜中带酸，酸后回甘，何物所致？这是柚子茶，是用柚子果肉加上蜂蜜一起熬出来的，最能解腻了啦。原来加了蜂蜜，难怪毫无苦涩，入口生津。咋了？孙掌柜派了2个探子上山，找妖术证据去县衙告状。山路上早设了暗哨，人已拿下。他的亲笔诬告我私通妖人，收买小吏，伪造证据。这封信反成了他的罪证。活该，让他搞事儿！庆祝一下，干了这串。好。各位，古今渡食铺正式进入2.0时代。啥是2.0？升级版：第一，定期贸易，粮食药品我备，山货手工品你们出。刘伯管村民，肖大哥管军方。第二，定制美食，想吃啥提前报给阿福，包在我身上。第三，我赚的钱拿一部分做好事。我爷爷说，吃饱了就帮别人吃饱。奉天承运，青阳县及周边3县大疫，即日起全城戒严。周周，朵儿，这是瘟疫，古代那边要出大事儿了。隔离，做慈善的。瓶盖，别捣乱。到货，2箱药，3箱物资，够半个月。求姑娘，救救我女儿小桃，烧了3天了，老周说没办法了。周周，快！39度8，流行性伤寒，儿童布特芬，补液盐300毫升，温毛巾擦颈侧腋窝，物理降温。好好喝，谢谢姑娘，谢谢。没事了，3天会好很多。这个插号不让病人和家人同住，对，单独隔一间房，通风，照顾的人固定，不换。他们说再也向县城官员提过，不是危言耸听，一个病人不隔离，3天变10个20个。顾大夫，你的判断是对的。周姑娘，在下行医半生，今日方有知己之感。第2条最关键，所有饮用水必须烧开，生水里有致病之物。致病之物？极小极小的东西，小到看不见，在水里，在脏东西里，人碰了喝了就会生病。军营里也出了症状，6个，还在增加。大米退烧药、补液盐、消炎药、棉布口罩、皂块、酒精煤球、体温计3支，你出什么？军库有缴获的紫檀木雕和金丝楠木料板，成交。另外，买药的钱我一直出，不用觉得欠人情，这是我自己要做的事儿。谢谢。不管情况多么糟糕，我们还是要先吃饱饭。为什么这个饼能这么酥，这个肉能这么香？我不想回去了。看到没，将军眉毛动了，好吃到没话说。大姐你也吃，照顾孩子累了，得补补。慢慢吃，不急。北渊兄告诉我，古代那边有一位姓孙的商人，一直觊觎通道的秘密。当年我们联手将此人挡在门外，但他的后人不知放弃了没有。姓孙的，觊觎通道，后人。孙掌柜，串通官吏收买县人，企图垄断贸易的孙掌柜，会不会就是这个人的后代？如果是，他不只是个贪心商人，他知道通道的秘密。
赵总，这栋楼地基有异常。查了民国老地图，这个位置标注的是一个义商祠，后来改建成民宅，地基下面可能有旧时代的地窖，或者密室。密室？不急，先看看他还能撑多久。别叫！出事儿了！谁放的？不知道，今早贴在门上的。报警！报什么？说有人贴了张纸条。万一查起来，晚上的事儿被翻出来，咱俩怎么解释？来了，坐。你那块玉佩，结果出来了。直接说人话。矿物成分是和田玉，没问题，但微量元素和氧化层高度跟所有已知出土样本都对不上。工艺、刀法、包浆，全是古代珍品水准，但氧化程度，这块玉好像才做出来几年。你到底在卖什么？我说过了，我爷爷的收藏，保存讲究，真空密封，防氧化。行，这个先不说，你那几件青花瓷碗和山水画，照片我看了。这幅画的落款，画史上一共只有3幅传世作品，你跟我说，你爷爷随便收了一幅？合作愉快，对大家都好。你帮我出手，你有佣金，何必刨根问底呢？你跟我接触过的古玩贩子都不一样。那当然，我是开饭馆的。朵儿，有个情况，有人向市监会举报你食材来源不明，营业执照、食品许可证、进货渠道全在查。谁举报的？匿名的，但查的方向很有针对性，不像随手举报。赵德发，8成买不下店，就从经营资质上搞我。白天的食材全是正规市场的，发票一张没扔，但晚上古代过来的山货全都说不清来路。周周，所有采购小票发票按月份整理，一张不能少。你这脑子真读个 MBA， 老师都得请你吃饭。东北姑娘的财商刻在基因里的，他要查就让他查，我倒要看他能挑出什么毛病。这个圆圆的东西，又软又甜又弹，嚼起来好开心。这是何物？汤圆儿？太小，丸子也不像。大爷，这叫珍珠，面搓的小丸子。甜滑，茶又浓又香，好。周姑娘，你的防疫方略管用了，3日之内新增病例锐减，烧开水隔离病人2条效果最显著。那小桃呢？小桃已退热复食，精神甚好，她每日都问温柔姐姐什么时候再来。在下按姑娘教的法子，用古方配合现代药物试了一组方子，请姑娘指教。顾大夫跟周姑娘说话，是不是比看诊时话多了3倍？大白狗，体型、耳朵、尾巴翘起来的弧度。清代地方志课本记载传说，某县山脚有天门，日暮而开，可通议事。天门旁有单氏翁，常以美食。白犬通灵是通道的守护，瓶盖是第4代了。不是普通狗？行吧，看着确实挺普通的。地方志还提到，天门旁曾有人企图占据通道谋利，被单氏翁所阻。此人姓孙，爷爷日记里觊觎通道的孙掌柜。清代地方志里被挡在天门外的人，3条线全对上了。朵儿，你快看大大点评上人给咱匿名差评！夜不怕人看吗？门口的纸条，线上的差评，看来是同一个人。廉价圆柱笔，普通 A4 纸，超市3块钱一包的，字迹潦草，不像受过训练的人。关键是他说有人看到了，但没说看到什么。所以呢？他自己也没搞清状况，大概率附近居民半夜蹲点，看到你们店里深夜有异常人员进出，他在试探。你这是防贼呢？防小人。来，我帮你。以前做 home vlog， 智能家居玩的贼溜。麦朵，如果有人欺负你，告诉我。我虽然就是个博主，但好歹有点粉丝。舆论这东西，有时候也是保护。知道了，谢谢你宋大博主。先别煽情，下来吃饭。吃什么？我想吃带汤的。我帮你干活就打8折，不免单。爱吃不吃。逮到你了。
周周，你守着店，别出来。你干嘛去？抓老鼠。大半夜蹲人家店门口，你想干嘛？我就路过看看。路过？蹲垃圾桶后面路过，监控全拍下来了。你蹲这至少40分钟。说吧，是不是姓赵的让你来的？暴露了。这种小角色连撒谎都不会，500块就找这么个货色来盯人，赵德发也没把我当回事儿。你叫什么？李铁柱。铁柱哥，赵德发给你多少钱？500。铁柱哥，你听我说，别帮他了，以后每天来我店里吃碗面，免费的。他再问你看到什么，你就说啥也没有，普通小饭馆。真免费？真的，但有个条件，下次赵德花让你做什么，你先告诉我。家人吃过螃蟹吗？不好说，他们好像管这个叫壳虫。这不是河里的壳虫吗？麦姑娘，这东西能吃？能吃，巨好吃。来，我教你拆。蘸这个。我的老天爷，又鲜又浓又滑又香，这东西居然能吃！我们在河边住了几辈子，居然不知道壳虫能吃。他怎么连吃螃蟹都这么好看？肖氏好评，收到了。河里的壳虫原来这么好吃，白活了这么多年。刘伯，您别哭了，眼泪掉蟹黄里了。蟹黄之鲜配豆腐之嫩，相得益彰。麦姑娘的厨艺以真化境。温柔姐姐，我好了，我好了！妈妈说是温柔姐姐的药救了我，这是我在山上摘的。您确定？5万？确定，匿名就行。爷爷，你孙女儿在替你继续做好事儿呢。这里，天门易主，则通道闭，唯守信者方能延续。什么意思？如果这个记载属实，通道只认主人，一旦店铺所有权转移，通道会永远关闭。如果赵德华得逞，这些全部断掉。麦姐，赵德发刚给我发了微信，让我明天去他那儿一趟。巧了，我也是。这批干蘑菇和松茸采购凭证呢？山里朋友送的，无法追溯来源的食材，即日封存。又是赵德发，时间卡得太准了。古代山货没有采购凭证，这是我的死辩。白天的食材全部走正规市场，古代山货不能混进来。那晚上的特供呢？走我的渠道，当高端野生特产出，我做检测报告。白天和晚上的供应链彻底切开。对，另外注册公司法人清白，账目规范，别再给人把柄。你帮我？我当顾问？麦姐，赵德发背后有个周总，搞商业地产的，要收这整条街建综合体，整条街都点头了，就差你一个钉子户。他下了死命令，今年必须拿下。钉子户怎么了？我就定这儿了，谁来都没用。跟这种老板比，给赵德发当狗强100倍。孙掌柜在几条主要商道上设了关卡，名义查走私，实则盯死我们的人。谁敢背山货去山脚，就被他的人盘查。大路不通就走小路。肖大哥，军中有没猎户出身的兵？大虎、小虎，山路了如指掌。让他们开一条隐蔽山道，让孙掌柜在大路上等到死。明天就探路，保证找一条他做梦都想不到的线，还能设暗号，只有自己人知道怎么走。你们帮了我们太多了。那板里有小人在唱歌。没有小人儿，你摸。他听我的，我碰他就唱新歌。利他者通，为己者弊。贪婪的人拿到这间店，通道就会关死。赵德发抢过去，也只是一间空壳。他白天卖的蘑菇到底哪儿进的？他怎么知道10点？他助理在群里问过，店里晚上10点后是不是亮灯，有没有奇怪响动。他知道现象，但不知道原理，半懂不懂，
最好对付。2条路：第一，关门避风头；通道断1天，村里就多饿1天。不行。第二，去，但有准备。不去他的地盘，让他来我这儿。晚上，引狼入室，请君入瓮，让他看一点看不懂、拿不走、不敢碰的东西，他自己会掂量代价。异闻录放在柜台抽屉了。麦小姐很准时。周先生，坐。今晚有松茸蒸蛋，确实特别，这不是普通餐饮店能有的水平。家传手艺。我对你的古玩渠道不感兴趣，对你的店也不感兴趣。我感兴趣的是你每晚10点后院那扇从里面打开的门。那扇门后面不属于这条街的空间，能不能拓宽？你出入口，我出资金，长期分红。利他者通，为己者弊。他满脑子只有利益链条，这种人站在门前，门也不会开。我也守了一辈子这个秘密，不是为了卖。拒绝我，然后等我把消息散出去。你可以说，别人信不信，敢不敢碰，是另一回事。什么意思？通道有自己的规则，贪婪的人站在门前，门是关的。你想拓宽它，先问同不同意。今天这顿饭值。麦小姐，你爷爷选你守这里是对的。他真的就这么走了？他会观察，越观察越看不懂，看不懂的东西，聪明人会保持距离。开门，今晚的货照收。朵儿，昨天这儿还卖扫帚呢。买店不成就开一家节流，这速度不是普通商人。周周，关门啊！大早上，关！他这是要急死我们啊！急？他异想天开。他要的不是钱，是让你这家店彻底消失。这招不是打你，是耗死你。他在测试你的底线。周周，去拿自制辣椒酱。陆景琛，帮我架手机。干嘛？直播。他要打价格战，我让他看什么叫降维打击。他请的厨师能做出一模一样的溜肉段吗？味道就是我的护城河，他抄不走。隔壁新开的东北菜馆说比我正宗，今天露一手，什么叫东北老味道？溜肉段关键在溜字，火候过了肉老，汁儿太稀挂不住。这手速，专业厨师吧？地址在哪儿？明天就去。秘诀：加一点水焖10秒，让干豆腐回软，吸饱汤汁。东北菜看着简单，火候调味差一点，味道就差远了。不信，隔壁7折，大家去对比一下。你想用口碑拖住他？不是拖，是耗。他每天都是成本，我原地不动，只要客人不跑，他就得一直烧钱。周周，群里发，会员充500送120，老客带新客送芝麻汤圆。对啊，他新店没有基础客源。他同时盯你的货，又开新店，他图什么？图我乱。可他没想到，我就是个做饭的，他开他的，我做我的。隔壁7折呢，你不搞活动？张叔，您要图便宜，现在去还来得及。哼，我来吃你这口溜肉条，别处做不出。周东来10年前做过特殊仓储，客户是博物馆、拍卖行、私人收藏家。5年前他突然关掉这块业务，关掉的时间正好是你爷去世后1年。他以前干什么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现在想干什么。周总，他手艺是活的。赵经理那边您安排吧，我干不了这个了。咱真不管那张破纸，他贴他的告知函，我管我的饺子皮儿。哪个客人会因为一张纸不吃热乎饺子？脆的，地下是脆的。这小肉汁烫嘴。有些东西是抄不走的。今天中午我数了，他们就3桌客人，厨师都走了。王大厨说要去南方，周末就这人气。朵儿，咱赢了第1回合，他还能干啥？只是第1回合，使点别的招。
姑娘，新路通了！孙家商队绝对想不到我们从悬崖边绕过来。辛苦了，各位大哥，今晚的货全最高价收。另外，今晚加餐不收钱。麦姐，有甜的吗？有芝麻汤圆，好甜！里面有黑的东西流出来了。你那边一切可好？你若遇到难处，不要一个人扛，我能帮的一定帮。一点小麻烦能应付。谢了，肖大哥，你也别太累，自己多保重。麦姑娘，孙掌柜在县城开了铺子，叫奇物坊，卖的全是仿咱们的。仿什么？灶块、火柴、细布料，关键是他的灶块让人起红疹，好几个百姓脸上、手上都肿了。肯定用了劣质碱。他还到处说是自己发明的，卖的比咱们便宜一半。古代的山寨，现代的周东来，两条线掐得真紧。阿福告诉肖大哥，3天后县城集市，当着全城百姓做对比。对比？真假肥皂当场试用，让皮肤说话，再让顾大夫身4到集市上赶清楚，把别贴在最显眼的地方，人证物证摆在一起。周姑娘帮我写好了肥皂成分说明，通俗易懂。我添几笔药材助面，明日能印。顾大夫，孙掌柜那批假皂碱从哪儿来的？我托人查了，3日前城西刘记碱铺出了一大批货，买主没留名，送货地址指向孙掌柜在城南的仓库。有证据就好，说明多抄几份，集市上人手1份。何玉堂说，紫檀屏风年份不对，木材是古木，工艺是新的，比想象中更珍贵，也更危险。丫头，屏风的事儿有别人也在打听，还没查清。是谁？对方出手很快，已经问到我这儿了。你手里那些东西最近别再往外漏。还有，你身边那个古代的小将军，他也得小心。有些东西一旦被盯上，会连累所有经手的人。麦朵姑娘，你那10万善款入冲了。赵婶儿，小声点儿。怕啥？我要给你拉横幅，让整条街都知道。别，真不用宣传，求您了。赵婶儿，他怼周东来时嘴利索得很，一听夸就结巴。行，不拉横幅，但我挨家念叨你的好。认真的，直播带货，东北逗逼美厨娘，这人设能火。我开饭馆不是 MCN， 红了麻烦多，不干。那让不盖红啊！萨摩耶美食博主，你看他激动的打喷嚏了。那叫嫌弃，滚，去点菜。你做这么好吃是让我减肥彻底失败吗？老板，再来1份汤汁拌饭，我能吃3碗。这就叫味道为王。3日集市刚结束，山货多了3倍。集市上老面匠做的，不值什么，拿去装零碎吧。这个在我们这边能卖很好的价钱，新产品线。不光卖山货，还卖古代手工艺品，手艺粗陋，但心意全在里面了。刘伯，这是我收过最贵的礼物。周姑娘日夜操劳，在下配了安神方子，方枕便可助眠。谢谢你，顾大夫。周东来5年前投资仿古文创项目，亏了很多钱，一直对古玩行业有执念。他那个仿古项目的合作伙伴姓孙，古代人怎么跟现代人合作？怎么不说话？明天见一面。通道口最近有没有人发现奇怪的石头？灼烧痕迹，像是用火烤过再写字。孙掌柜在用最原始的方式跟外面通信，而孙达就是那个接信的人。孙达52岁，5年前跟周东来合伙注册了仿古工艺品公司，注册地址老街西头。离我的店不到500米。3年前公司注销，注销东那天人不在本地。孙达名下有一套平房，3年前突然转手，买家是空壳公司，背后股东周东来。所以孙达不是自愿消失的。他改了名叫孙元，在街东头开了古玩修复工坊。上个月接了笔大单，付款账户的开号行在周东来公司楼下。周东来一直在用孙达当线人，孙达知道怎么跟古代那边沟通，周东来出钱出资源。那孙达为什么愿意帮他？因为他不敢自己动。他掌握的信息不完整，需要孙掌柜那边的另一半地图。周东来资金链快断了，他比我们更需要那张地图。链快断了，他比我们更需要那张地图。继续查孙元所有动向，每一次接触。你谁叫的我？
孙掌柜的孙子孙磊，我不是来搞破坏的，我偷偷跑出来的，我有话想对麦姑娘说。起来，跪着像什么样子？说吧。祖父最近一直在研究一张古地图，地图缺了一块，拼不全，他很生气。但3天前，他突然很高兴，收到一块青石，上面绑着布条，布条上说缺失的地图部分在另一个孙家手里。另一个孙家？祖父说，等地图拼全，他就能完全控制通道，想拿什么就拿什么。孙家几百年了还没死心，你为什么来告诉我？祖父做的假造块害了很多人，我娘也用过，脸上起疹子好久。我不想再看他害人了。先吃饭。地图残片在哪儿？通道口东边第7块青石下面埋着铁盒。我安排人盯着，任何接近的一律截留。光截留不够，让孙磊回去装作什么都没发生。你祖父跟外界联络，除了石头布条，还有别的方法吗？他最近收到过一只信鸽，半个月前开始的，鸽子腿上绑着竹管，里面有纸条。信鸽，孙元的工坊后院确实养着鸽子。你不用拿鸽子，每天去书房附近转一圈，如果看到祖父检查鸽子脚环，记下时间，去山里藏货点留信给大虎，拿着，路上吃。古今2条线同时向中心收拢，而我站在中间。周，帮我写封信给萧北辰，告诉他孙掌柜已经出发了，让他带人拦住通道口。回盖儿，看店，保护周周。老街东头原迹修复，15分钟门口集合。孙达要是倒了，今天就是送死，但不去，爷爷的饭馆就是砧板上的肉。孙达先生，还是叫你孙元。我是麦朵，老麦小馆的主人。你跟我祖父的事儿，我知道一些。你找到我了。你最近跟周东来见过，聊了什么？他的手很稳，但他在犹豫，犹豫意味着没彻底站到对面去。他找上了我，不是我主动。5年前呢？5年前我蠢，以为跟他合作能接近真相，后来才看清，他不是做学问的，是做生意的。你到底知道多少？我知道通道在你爷爷店附近，但我这辈子没亲眼见过。通道对我们孙家消失搬到这里，因为我在家族旧档里翻到一封信，先祖留的。写了什么？后人若有缘再遇通道守护者，当以赎罪之心相助，而非重蹈覆辙。我藏起来不是搞阴谋，但周东来找到了我，他比我没有底线的多。他想干什么？想控制通道本身，变成稳定的谷物供应链，做成生意。还有一件事，他准备让人以建筑安全隐患的名义封你的店，一旦认定危楼，这是我家传的东西，周东来要了无数次，我没给。你爷爷守通道一辈子，萧家那位也是，现在该孙家还债了。谢谢你，孙元。不用，只是做早该做的事。孙掌柜，萧世子，本世子劝你停步，通道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的，我孙家也有地图。你先祖因贪心被通道拒之门外，你觉得你比你先祖强？看到了吧，通道不认你，你进不去。通道择善而托，你先祖最终懂这道理，可惜你没有。又甜又软，比糖还好吃。伯，您今天站最前面，第一口归您。吃吧，忙了一天了。第3门需3人共起，善使者、济世者、守护者缺一不可。3个人分别是谁？善使者以美食济民，济世者以医术救人，守护者以力量护通道。善使者是我，济世者可能是你，守护者
是他。麦小姐，我们接到举报，称贵店存在建筑结构安全隐患，下周3前将派人现场检查。周东来，食品卫生搞不动我，就换建筑安全，查的不是菜，是房子。赵婶儿，您认不认识城建局的人？搞建筑的？城建局没有，社区有个退休老工程师，姓张，城建系统干了一辈子，咋了？有人恶意举报我的店铺，这不欺负人吗？行，我给你找。放心，小麦，墙体没裂缝，承重没变形，基础稳，完全没问题。光您说没问题，他们认吗？得找有资质的检测机构出正式报告，白纸黑字儿，谁也赖不掉。听说了，我有个认识的第三方结构检测公司，独立的，跟城建没有利益关联。明天安排人过来。行，费用这我摆出过了再说。麦小姐，根据现场和第三方结果，这栋建筑不存在安全隐患，举报内容与实际不符。那我们会如实出具结论。这个案子到此为止。不是怕，是气完之后的虚脱。外头全在问还有没有，那紫薯球一口咬下去太香了。小麦，你这手艺，开这条街委屈了。不委屈，这条街挺好的。又不是为了你，就是看不惯。我的天老爷，这黄色果子包薄饼里又甜又软又滑，少爷你尝，我灵魂要出窍了。3天前那个刀口见骨的兵士，军医只会糊草药，我犹豫了整1个时辰，但这一针一线，到底还是把他的命给留住了。少爷，孙掌柜进了县衙，望月楼彻底乱了，被他打压的小摊贩都重新出来了，南街比以前热闹多了，连得好没有暗的位置啊。不是我的功劳，是他自己作的。坐，我孙子何谦。丫头，你做这些事初心是什么？来了，他问的不是货真假，是我这个人值不值得信。何老爷子，我爷爷开了一辈子饭馆，方圆10里红白事儿第一个找他掌勺。他走之前就一句话：手艺干不干净，舌头骗不了人。我拿给您的每一件，您觉得有问题吗？哈哈哈！行了，饿不饿？去开厨房，让他露一手。有人在我面前说你货来路不正，我没搭理，但话搁这儿，以后谁再嚼舌根，我何玉堂一句话的事儿。谢何老爷子。别谢，你那馅饼比蟹管用。麦朵姐，这个符号是什么意思？爷爷日记里提过一次，叫共启符。共启什么意思啊？字面意思，共同开启。你们看这段，暂时双向，人可以过去。激活条件在这儿。膳食者在通道内提供美食，记事者在通道内提供医药，守护者在通道外守护安全。3者同时发生，第3入口短暂开启。膳食者是你，记事者是我，守护者萧帝尘。第3入口通向哪儿？原是哪个是？爷爷没有更多记录了，这是最后一页。如果通道真能暂时双向，我要亲自过去。隔着通道口头描述太有限了，我需要摸到脉象。上次军中一平能控住，有运气，下次未必。你想清楚了？想清楚了。我想试试，我真的可以。那好，3天后我们试一次。顾大夫，周姑娘给您的书信。他要过来，能见到他，但通道风险未知，他能不能安全回去？萧将军说，守护者之责责无旷怠，但激活中若有异变，通道外防线由他全权处置，不得干涉。悉听尊便。我在通道内备食物，周周带药材进通道，萧北城在外稳定，3件事儿同时。异变预案提前定，通道状态不对，周周立刻退回来。我知道，不会逞强。
我们这次不是为了赚什么，是让通道两边的人都能真正受益。他差一点就完整了，差一点儿，到底还缺什么？能量够了，方向没错，断在最后一瞬，不是失败。那还差什么？笔记上写，3者既备，月满则起。今天才初10， 5天，够了。老朽沈万年，药商世家出身，敢问此处便是天门所在？太医院，您是太医院的人？已至此多年，今日天门忽开，寻光而来。老朽如今在另一个时域。第3扇门连接的不是另一个朝代，是另一个平行世界。好香！坐，先吃，聊天的事儿吃完再说。鲜、咸、甜、香4味交融而不杂。老朽走了大半辈子，能做到这境界的姑娘，主要我爷配方好，你是头一个。爷爷的手艺被太医院认了，值。老朽的食欲粮食充足，药材有限，若能互通有无，粮换药品，技术换知识，3方共赢。古代有山货手工艺，赡老有药材粮食，现代有技术和加工力，这不就是跨时空供应链了吗？3段贸易，有果子的味道，还有芝麻，好香好甜。月饼本是团圆之物，今日3方相聚，恰如团圆。月圆之夜，天门再开，老朽会备好第一批物资。等您。麦朵姐，手工艺品全部售罄，3天全卖光了。有个海外买家出高价求竹编和刺绣，他说工艺和他祖父收藏一模，上面刻的符号和你竹编上的完全相同。如果海外也有人有同样的符号，通道系统不止3个入口。本地美食节下周6，我给你报名了。你什么时候帮我做主了？你不缺口碑，缺曝光，美食节就是最好的机会。行，但你得帮我干活。摄影、搬运、吆喝全包，不许发视频。好。老麦家鱿鱼又嫩又弹，酱料卖不卖？麻酱配辣油，这配色太好看了。这店在哪儿？麦老板，我办了6年美食节，没见过谁排成这样，冠军候选。赵先生，人家执照、许可证、检测报告全齐，你有空管别人，不如管管自己。你那国泰饭烫粥被投诉用过期油了吧？喝口水，别笑岔气。麦小姐，能进来坐吗？国泰那边周总不投了，觉得赔钱不值，但我在这事上确实做了不少不该做的，帮房东施压、找尸奸鬼举报、派李铁柱盯你，都是我干的。今天是来道歉的。赵总，要是真心的，别再帮周东来干这种事儿，他迟早翻车。你这个店好好开，手艺和心地都是好的。倒是会说话。好冰，但是好吃，凉的甜的。又冰又甜，为什么有这么好吃的东西？好一个八宝饭，料风味美，甜而不腻。回头教老鼠。配方写给您，包教包会。麦姑娘，那张古图可曾注意过第4个节点？图的背面，用火烤一烤便能显现。姑娘说过这是听心跳的气息，在下一画刻了一个，不知像不像？很像，谢你胭脂。
扇门，敦煌。师傅，这就是那边？这地石头的，平的也太邪了。药铺走不开，带个跑腿的，嘴紧，放心。姐姐，你们把萤火虫关琉璃球里了，它不闷吗？少丢人！师傅，你第一次来，问的一模一样。白毛兽，好大一只，好软。那是狗，松手，快断气儿了。我又不吃你。看成色，吊打市面所有进口货。深海珍珠，研磨7日，过3道筛。珍珠粉走美妆高端线，手工棉布做内衣面料，3端贸易跑通了。沈老板，咱们的生意越做越大了。甜的，比蜜还甜，这长地里的。地瓜，傻子都知道。你才傻，我们那边没这个。那你们那边好穷，你才穷。再吵，没有驴肉火烧。师傅，下次还能来吗？表现。对了，姐姐，我们那边往西400里有个废弃石头城，没人敢靠近。我跟师傅去收药材路过，远远看见城里有个门，特别高，石头砌的，跟我们走的这个通道入口长得一模一样。通道系统不止一个入口。师傅走吧，好困。如果还有其他入口，谁已经知道了？麦朵女士，法院传票，签收。这老东西换打法了，招不算高明，但够狠。产证只登记地上，地下没健全。法院真能派人下去？如果他坚持，能让人下去看到什么？一条通往另一个时空的通道。程序上，你至少还有1个月。够了。麦小姐，我是周子祥，周东来的儿子。我父亲起诉您的事，我想当面谈。你爹刚告了我，你就找上门？我跟我父亲立场不一样。来吧，坐。吃了吗？没。先吃饭，空肚子谈不出好结果。吃像规矩，碗里干净，跟周东来完全两路人。直说，我父亲这次有胜算，但我能帮你反制。为什么帮我？因为他做的事儿不对，但我需要知道你在保护什么。骨瘤流通合法的，收入投在公益上。你父亲盯我是因为我挡了他改造项目的路。够了，不需要更多。他主张的相邻权有前提瑕疵，隔壁地块规划许可还在审批期，他不具备起诉主体资格，3天内提交异议。你帮我，你父亲知道了，那是我跟他之间的事。周东来知道的比我以为的多得多。这位是林正直律师，帮你做庭上陈述。材料看过了，没问题，进去吧。原告主张相邻权受侵害，地下空间权属不明，要求排除房价赔偿损失。被告有无新的证据提交？有，我方同时提交一份第三方法律降依，出具人是周子轩律师。建筑物地下空间属建筑物附属部分，产权随地面建筑一并转移。被告持有完整产权证明，原告主张不构成独立诉有。此外，原告对隔壁地块的合法使用权目前不成立，规划许可仍在审批期，原告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。原告方对此有何回应？我方需要时间核实。不必了，原告主张存在重大程序瑕疵，驳回原告诉讼请求。提醒原告方，如查实恶意诉讼，本院将依法追责。周子桓，胳膊肘居然往外拐，联合外人让我难堪。爸，我帮的不是外人。那你帮的是谁？正义，正义，好，好。别，你不用谢我，我做了该做的事。小姑娘，这种邻居往后还会找麻烦，注意留证据。怎么样？赢了！我就说今天必须庆祝，做红烧肉。听说打官司了？打完了，赢了。
又捐？攒够了就捐，不留着。啊！这辈子值了。麦姐，给你的。画的好看，姐姐把它挂起来。这白的东西怎么可以拉这么长？这是牛乳做的？对，牛乳发酵再加工。好吃。你也尝尝。周周，我们一起吃。麦朵，你也没有告诉你的最后一件事儿，通道一个致命弱点，如果有人从外部切断电源，通道会永远关闭。沈墨白，旅美考古学家，竹雕令牌在他手里。联系上了吗？给了邮箱，你自己聊，我搞不定学术派。沈先生，我是老麦小馆的。你说什么？你的店在天门的位置，我找了10年，6个国家。沈先生，你先把咖啡擦了。哈哈哈哈！对不起，我太激动了。哎，客人你干啥？沈先生，嘘，这个纹路和我在秘鲁那块石板上的走向完全一致。通道在哪里？我是沈万年的后人，第7代，家族世代相传，说祖上有一条通天之路，入口在一家14底下。我一直以为是传说，直到3年前，我在中亚遗址的地层里亲手挖出了一模一样的符号。你每天都这样的啦，有什么好看？10年了，它是真的。这黑乎乎的是什么？墨汁吗？你尝尝，贼好吃。比蜜还甜，比糖还香。我的天爷啊！别抢，这是我的。10年，6国，11处遗址，全球7块石板碎片，刻着和通道一致的符号。拼合后，结论只有一个：全球至少有7个通道入口。以这家店为枢纽，找到所有入口。一个口护者联盟，你凭什么？善使者麦朵，记事者周周，守护者萧北辰，寻脉者我。那第7个入口在哪儿？开始了。周周，应泉小周足下。哎呀妈，第6道了！别数，专心。第10道，桂花九鸟完成。稳住！这殿顶上长太阳了！这些是7个入口连着的地方。通道从今往后不是单向的了。拜托，放手！气不气？别急！第7通道的人，不是我们这边的第7，是另一边的。什么叫另一边？还有光，你那边没有了，我那边什么都没有了。又来一个半死不活的，我这是诊所还是急诊院？那不是过去，也不是别的世界，那是平行的，同一个地球，不同的走向。那边走到了尽头，
第7区幸存者请注意，最后撤离时间已过。重复，最后撤离时间已过。他说什么？他说别关门，那边还有3000人没出来。烙的，谁会给活人烙编号？泉眼有变化，暖光里开始掺灰黑色的东西。第7道影子在扩张，里面有东西在动。什么意思？第7通道在主动求联，但能量不稳定。我估计48小时顶天了。带粮回去，孩子们撑不住了。醒了？你叫什么？江彻。江策，口袋里那张地图，你画的？地图别丢，那是3000人的命。先别问了，让他缓缓。热的，是热的。我们那边3个月没见过热食了。能说话了吗？那边怎么回事？大崩溃，天塌了，海没了，一夜之间什么都没了。幸存的人往地下跑，第7区避难所3000人，最后一批压缩饼张1人1天半块，水源出了问题，孩子们上吐下泻，老人先撑不住，每天抬出去2、3个。长老会派了我出来，探路编号一共6个人，前5个都没回去，我是最后一个。光源出口就是你们找到的泉眼通道。避难所最深处有一道裂缝，偶尔露出光，暖的金色的，我就是从那儿爬过来的。我以为那头是空的，没想到有人有热粥。别怕他，自己人。我那边旱过，饿到撑不住的滋味，我见过。救，但得有计划。 3000人要过来，通道吃得消吗？我换个问法，强行大规模通行会不会导致7条通道同时崩溃？这儿通道承载有极限，人数与心念同等重要，不能一次性转移分批人。心念这东西谁来判定？全舔自己。爷爷，你早就知道会有这一天。你们要快！长老会里有人不想让我们出来。什么？他说外面的世界不会要我们，他在封通道，从里面封。都上来！地下室。按坍缩速度推算，第7通道最多撑48小时，2天，3000条命。人要出来得有吃的，药不能少，通道得稳住。还有那个封通道的人，4件事2天5个人。 不够，但没得选。分工紧缨，手里那几件藏品还能出吗？2件青瓷，买家盯半个月了，天亮打电话，中午回款。莫白，石子交给你，搞清楚怎么稳住第7通道。明白。萧北辰，说，你那边能调人吗？物资要往光幕内侧搬，我人手不够。明晚光幕开，我带人过来。周周，药品清单列好了，退烧、消炎只调敷料，儿童剂量单独标了。那我做饭，3000人的饭，你一个人？大饭包，米饭打底，土豆酱拌酸菜肉末，白菜叶1裹，一个顶1顿。 好带不容易坏，我帮你包。你先把清单发我，采购完了再来帮忙。别想了，这是救命粮。麦老板搞这么大动静，你怎么来的？景琛凌晨发了张合照，背景我认的。 这么晚还凑一块儿，要么搞团建，要么出大事。你回去，我有300个同城粉丝群，壮丁零随叫随到。你现在缺的不是钱，是人手。管住嘴！我发誓只当苦力。碰到什么都别问。成交。我就说跟着王爷有口福，什么味儿这是？这土豆酱比宫里御厨做的还香，像家里娘做的味儿。试过了，石子放进泉水，第7通道影像变清晰，关键是角度。 这样能传声。那边的人听着，我是古今都市铺的麦朵，这里有热饭，有干净水，有药，你们撑住，我们来接你们。徐长老，他手里怎么也有？他在封通道。封。 这种石子是反向钥匙，浸满裂缝，通道永久关闭。等一下，后面还有一句：
全开之后，心怀贪念者弹出，而且另外5条通道通向哪儿不清楚。7扇门同时开，我们守不住。那边3000条命4个小时，我没空的。阿福、大虎、小虎出列，带够人，4个够了。我说带够。动手之前先吃饭。我活了28年没吃过这东西。我200万粉丝吃过的馆子加1块。少拍马屁，等会儿搬货。127份，先备着。放吧。走。你谁？别跪，吃饭。许长老，你为什么要封通道？因为我去过。20年前，通道开过一次，我出去了，外面的人把我当怪物，关了我3天。那是20年前，现在不一样了。你尝。那边的洞在塌，剩下2000多人，必须24小时内全部出来。通道在收窄，12小时后只够过1个人。12小时，2000人，一次一个，过不完。对，那就把通道撑开。日记里有没有办法？怎么了？第8枚石子在全结底。爷爷，你还藏了多少东西？他在共振，和第7通道频率完全同步。能撑开通道吗？放到光幕正中间，至少能维持现有宽度，不再收缩。那就放。稳住了！现在能并排过2个人，维持10小时，够了。对，公益搬运活动，后向集合，30个人够不够？不够再拉10个。宋毅然管地面，周周管出口，萧北辰在那边分批送人，我管喂饱所有人。别试了，你们过不来。怎么回事？末世里专门抢别人存粮的，规则不认他们。规矩说了算，过得来的都有饭吃。60年了，最后能吃口热乎的。你脸色比病人还差，坐下。我没事，不能休息，他们还没真正的安全。剩下的交给我。小生，我赌3个月。1个月。2741人全部登记完毕。灰之渗透，再往皮下走。第7通道关了，那边还有260人没出来。怎么治？周东来最近在疯了一样收一种石头，灰青色，能自己发热，开价没有上限。他要的不是那条街的地皮，他要的是地底下那个东西，缓慢而疯狂的上爬呢。五口间，他在跟来。几点了？4点半。你数过没有？2868，后巷加2楼将近2900，不能再拖了。核心问题，将近3000人，往哪儿放？酒店，我认识几个。不行，3000人入住，身份登记怎么过？打散分流呢？一家塞几个？你上哪儿找1000户愿意收留陌生人的家庭？我名下的
城西1处，南边山里2处，加起来能住3500。对外怎么说？公益助农项目，我古玩公司有乡村帮扶的壳，工商那边能过。你一个卖古董的，名下怎么会有3处农庄？卖古董赚的钱总得有地方花。行，怎么运过去？这个人每次危机都恰好有资源有方案，但现在没第2个选项。看我干嘛？你不是认识人多吗？老赵啊，5辆大巴，今晚别问为什么，就说公司团建。搞定，晚上8点到后巷。你就这点用？拿着，路上吃，老好吃了。这是什么？蔬菜，黄瓜。为什么是脆的？为什么有水？我留着，给没出来的人，万一他们以后出来了，让他们也尝尝。出发吧。周东来手里有一枚石子，材质和你拳口里的暗红石子一样。如果每条通道对应一枚石子，是另一条通道的。他已经能接触到另一个时空了。先吃东西，饿着肚子想不清楚。麦朵姐，今天有蛋糕吗？走了。好。若未知有了脉搏，说明那边已经有东西。醒了！你怎么还没睡？萧北辰的胳膊有问题，阿福幻影时撞见的，右手腕有一片灰色的东西，这2天一直往上漫，他不让人看。走，看看去。疼？不疼，没知觉。泉眼底部那团灰色的收缩节奏，和这片灰痕细纹的蠕动频率几乎一样。什么时候开始的？3天了你不说，你打算等他爬到脖子再通知我们？我查过所有数据库，不是感染，不是过敏，不是辐射损伤，体温偏低，血常规正常，我治不了。找到了。北境偏方集卷3，灰石症，矿工接触灰色矿石后，四肢末要见灰，体温翘低，神识间歇性涣散。和小北辰完全对上，怎么治？胫骨草入汤配合针灸能把灰色逼出来，但胫骨草这味药只长在药域第5通道。爷爷的记录，药域4季如春，遍地奇草。守狱者沈万年，性孤僻，非诚心求药者不见。沈万年是我沈家陷入死一般的寂命。我去，我也去，得有懂药的人跟着。不然胫骨草长什么样你们都不认识。干嘛？准备拜山礼。什么？去人家地盘求药，总不能空着手。我赌沈坚年和所有倔老头一样，嘴上说不见客，肚子比谁都诚实。你给古代药王送什么？辣白菜，我奶奶的方子，鱼露打底，梨汁提鲜，再加一罐牛肉酱，一屉粘皱包蘸白糖，齐活。你认真的？周周，想想你姥爷82了，谁上门都撵，端一盘锅包肉过去，板凳立马搬出来。走。别愣着。晚辈沈墨白，万公后人第7代，求胫骨草救命。族谱信物。说。灰毒只有您有办法，求先祖赐药胫骨草。不给。前辈，胫骨草有灵，非药域之人摘取必枯。且灰毒是你们那边自己造的孽，凭什么让我的药草去填？万年公，晚辈，你是沈家后人不假，但血脉是血脉，规矩是规矩，别混为一谈。出去。你倒是给老夫一个！这个辣白菜的方子，鱼露打底，梨汁提鲜，最后加半勺虾皮碎提味儿。我师傅做过。47年前，有个人通过第5通道给我师傅送了一坛一模一样的辣白菜。我师傅吃了一口就说，这是他这辈子吃过最好的东西。那个人是爷爷。跟我上山。丫头，
灰毒是表象，能从关闭的通道渗过来，说明那边的崩溃能量在找出口。堵不住的，7道门开着，它会一道一道试。农庄那边13个人症状也在缓解。堵不住，他会一道一道试。昨天指甲盖长，今天巴掌宽了。行了，别好，上去。不睡，睡不着，剁点馅儿，明天包饺子。不是睡不着，是不敢闭眼。麦老板，早啊，打扰了，实在抱歉。古今杜食铺涉嫌无证经营、噪音超标、卫生不达标，依法现场检查，如属实将临时查封。查封断电3天，地下室的通道环境一旦被破坏，这人做了功课。进来查呗，证照在收银台抽屉里，一样不少。查完正好赶上早饭，今天酸菜饺子。令祖父的店有年头了，可惜老城区改造大势所趋，一间小馆挡不住的。周总，你是查我店还是给我上课？上课得排队，前面还有3个。证照齐全，经营范围、卫生许可、消防备案都在有效期。证照齐全是好事，但噪音问题。周子轩，你来干什么？第一份古今杜食铺全部证照合规审查报告，第三方出具，具有法律效力。第二，赵德走对古今杜食铺实施恶意竞争的证据链，骚扰录音、跟拍视频、转账流水，足以反诉。第三份，麦志远先生生前已将本地块完整产权过户给孙女麦朵，产权链清晰无争议，任何强制周收涉嫌违法。喂，是文物保护中心吗？我是故意杜食铺的麦朵，之前提交的古泉眼遗址保护申请，清代的，材料审核到哪一步了？好，我等通知。周总，我地下室有个老泉眼，专家初步鉴定清代遗存，正在走保护申报，一旦列入名录，这块地上的开发得过多少道审批，您清楚吧？周总，饺子不吃啦。我父亲不会就这么算了，他要的东西不是能用市场价值衡量的。什么东西啊？具体我不清楚，只知道他书房里锁着一块石头，会发光。他为了那块石头，10年前就开始收购这条街的地皮。通道石，如果有人拿到同类矿石，又摸到了通道的门槛。雨季到了，旱情结束，存粮撑过了最难的2个月，一粒没少。替你爷爷收着。天，裂开了！麦朵，裂缝在扩，北坡地面开始变色，草踩上去直接碎成灰。扩散范围多大？裂缝正下方往4周至少3里，1个时辰前还只有1里。我能挡人，挡不住天上的东西。周周，叫人！所有人！第7通道关闭后，崩溃能量没消失，开始倒灌，沿相邻通道往外渗。说人话！堵了1个下水道口，脏水从别的口子冒出来了。那就疏通。第7通道已经坍塌，重新打开需要对应能量石，但上次已经耗尽了。不一定。这是崩溃核心的碎片，当年不是天灾，是实验事故。有人试图制造人工通道，撕裂造就了能量之道。我知道，但我一个人送不回去。第7通道关了，过不去。可行，用碎片能量重启第7通道，崩溃能量和通道能量同源，可以互相激活。但是，碎片能量开门之后，剩下的刚好够执行1次逆反应，没有多余能量再开反城的门。我去。你那边还有260个我的人，我本来就是替他们出来找路的，路找到了，该回去了。朵，你那碗小米粥是我这辈子喝过最好的东西，够了。给我想一个能回来的方法。我不管概率多低，你给我想。我有句话，不说怕来不及。我学医是为了治人，遇到你之后发现还想治你的累，你往后累了就靠我一下。
你针灸手法还行，别的方面再考察考察。1个月，我赢了！通道尽头若有善念锚点，归途自现。什么意思？留在这边的人足够强烈的、持续的想让他回来，通道会保留一线回路。概率呢？爷爷没写，但他写了这句话，说明他信。有盼头就行。定了，将侧带碎片进去，我们所有人在这头当锚。爱夺沈谋百管技术，顾延之盯生物指标，周周准备急救。万一他回来伤着了呢？你还想要什么？再给我包俩饭包呗。到了那边，万一那260个人还活着，给他们尝尝。够大。废话，我包的饭包什么时候小过？朵儿，你那缸酸菜还有半缸没腌透的，记得第3天翻一次。别动，手不能断！闭嘴！都别动！碎片能量不纯，坍塌能量渗进去了，逆反应窗口会比我预估的短。有问题直说，把碎片塞进裂缝上就行。还有活着的，靠滴水活了这么久。怕你等会手上沾血，弄脏饭包。你这人，损起人来跟我有一拼。回来再陪你玩。不好，断电超15分钟，通道就会强制关闭。周总说了，电路检修。哦，可是你挡我路了。全线清除，全线安全。通道在关，他出不来了。回来，你得回来！那边阳光出来了，再晚半秒，我就去薅你！还剩3个饭包没发完，回毒残留，没有，赶紧，他真的回来了！哭完了，干活！今天正事儿，古今渡食铺重新开业。弹幕：锅包肉能吃一辈子，麻辣烫配蛋糕，暗黑组合。哈哈哈。陆老师，免费广告。我只来吃饭。晚了，已经下锅了。北京永远给你留位置。去了，你请我吃什么？还有能比过你的厨艺？那我去做。这是